他一生未曾出山，座下弟子却将战国赛场搅得天翻地覆，挂六国相印，毁合纵之盟，破强秦迁都，灭魏国五族。只要鬼谷弟子一出世，中原局势就会随之一变。那么，鬼谷弟子究竟都有谁？他们又在七国之中搅动过什么样的风云呢？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口气盘点鬼谷弟子。鬼谷弟子中最早闯出名声的是庞涓，他出师后就前往了魏国，在魏惠王手下做了一名将军。公元前362年，魏国迎来了一次重大危机——少梁之战。此战中，赵韩两国在东线战场上牵制魏国，西线战场上，秦国则趁机偷袭魏国少梁。魏军老将公叔痤以及魏国太子在秦国的攻势下战败被俘，而东线作战的庞涓却一战成名，不仅打败了韩赵联军，还让他们割地求和。随后，庞涓又率领魏五族南征北战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也因功在魏国朝堂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公元前354年，赵国攻打魏国的盟国，魏国出兵干涉，庞涓在此战中率领攻无不克的魏五族一路打到了赵国都城邯郸。此时是庞涓的高光时刻，也是他战败的前奏。而让他从高峰跌到低谷的人，正是他的老熟人孙膑。说来也巧，孙膑也是从鬼谷子，还是庞涓的同窗。他运筹帷幄，奇谋百出，连庞涓都不得不承认他的才学。可就是因此，庞涓也对他越发忌惮。为了不被孙膑压下一头，庞涓决定先下手为强。他假意请孙膑来魏捕，辅佐魏惠王共谋大业。但孙膑到达之后，等着他的却不是加官进爵，而是庞涓的陷害。受到陷害的孙膑被施以病刑和情刑，自此无法站立。他忍辱负重，终于等来了自救的机会。孙膑秘密拜访了齐国使臣，使臣被他的才华打动，偷偷带他回国。很快，孙膑又在赛马中抓住了机会，他让田忌用上等马迎战对手的中等马，再用中等马迎战下等马，最终3局2胜，成功夺冠。这次出谋划策，使得齐国大将田忌注意到了孙膑，并将他引荐给齐魏王。公元前353年，也就是魏国包围赵国都城的1年之后，赵国终于抵挡不住，向齐国求援。齐威王派田忌为主将，孙膑为军师，共同救援赵谷。行军过程中，孙膑提出魏救赵的战略。他建议田忌与其直接和魏五族正面 PK， 不如趁魏军围攻邯郸，国空虚之际，攻打魏国都城大梁，这样邯郸之围可解。田忌也从善如流，一面派人围攻大梁，一面又按照孙膑的建议，派出少数人马与庞涓交战，同时故意示弱，让庞涓轻敌。庞涓果然上当位，加速援救都城大梁。他决定边跑边爆装备，丢弃辎重轻装行军，昼夜兼程赶回大梁。而孙膑要做的就是在庞涓的必经之路桂离设伏，一举抓住这位昔日同窗今日仇敌。公元前351年，魏国终于撤出邯郸，与赵国缔结盟约，庞涓也因此被放回魏国。然而此次回国并非他噩梦的结束，而是黄泉路的开始。公元前341年，马陵之战爆发，韩魏两国之间硝烟再起，韩国5战5败，只能向齐国告急求援。面对2次坏自己好事的齐国，魏惠王决定让他们好好吃个教训。于是他任庞涓为将，率兵同齐国一决胜负。而庞涓的敌人还是老对手田忌和孙膑。当时的魏国凭借魏五族所向披靡，而齐国向来有怯战的名声。对此，孙膑设下诱敌之计，他下令齐军第一天埋下做饭用的灶10万个，第二天5万个，第3天则只埋下3万个。庞涓一路追击齐军，见到齐军做饭用的灶越来越少，以为齐军在他的追击之下已经逃亡过半，于是再次丢下步兵和辎重，率领轻装骑兵昼夜追击。随后，孙膑又在马陵设下1万弓箭手，同时派人剥掉一棵树的树皮，在树干上刻下庞涓死于此树下的字眼。当庞涓率兵追入马陵的时候，他的部下发现树上有字，忙请庞涓去看。当他看清树上所刻的字后，齐军万箭齐发，庞涓眼见败局已定，竟拔剑自尽，真的应了孙膑那句预言，庞涓死于此树下。如果说庞涓、孙膑出师下山，撼动了魏国的霸主地位，那苏秦、张仪入世，就是直接搅动了七国的风云。苏秦原本只是个平民百姓，家里以务农为生，不过他早年求学时机缘巧合拜鬼谷子为师，学成后外出游历，四处投简历找工作，没想到一路走下来，钱花光了，工作还是没有着落。苏秦只能回家，在家人的嘲笑声中继续深造。公元前334年，深造结束后的苏秦终于找到了他的伯乐燕文侯。见到燕文侯后，苏秦凭借100分的地理成绩指出了燕国的战略问题。他劝燕文侯，与其担心千里之外的秦国，不如担心赵国。赵国离燕国更近，想要伐燕易如反掌，
燕文侯听了苏秦的一通分析，直呼高明。他资助苏秦开启了七国自驾游，还拜托苏秦联合赵国施合纵计，以维护燕国的稳定。苏秦也不负众望，很快就联合燕、赵、韩、魏、齐、楚六国，成功组成了合纵联盟。他自己也因功被六国国君拜为国相，开启了挂六国相印的高光时刻。随后，苏秦将合纵盟约快递到秦王案头，吓得秦国15年不敢出函谷关。苏秦的丰功伟绩不只有促成合纵，他还凭一己之力为燕国夺回10座城池。公元前333年，燕翼王继位，齐宣王趁乱夺取了燕国10座城池。燕翼王见此，令苏秦出使齐国，将被夺走的城池再收回来。苏秦来到齐国后，在拜见齐宣王时，先行祝贺之礼，再行哀悼之礼。齐宣王被苏秦前后矛盾的神操作搞得一头雾水，苏秦则趁机解释，燕国与秦国是姻亲，燕国的皇后正是秦国公主，齐国现在夺取了燕国10座城池，看似只得罪了燕国，实际上也引得秦国不快，有强秦虎视眈眈，齐国即将大难临头。苏秦的一波作念畅打，成功将齐宣王忽悠瘸了，他连忙讨教脱困之法。苏秦趁机提出将夺取的城池还给燕国。就这样，一个人一张嘴，一趟旅行过后，10座城池兜转转又回到了燕国的手里。不仅如此，公元前324年，为了燕国的利益，苏秦还摇身一变成了最强间谍，还卧底齐国，削弱齐国国力，为燕国再上一层双保险。然而就是这次齐国之行，断送了苏秦的性命。在齐国，苏秦遭到刺杀，为抓到凶手，他建议齐王将自己以燕国间谍的罪名撤列于世，同时放出消息重赏行刺之人。齐王依计照做，凶手果然自投罗网。如果说庞涓、孙膑师兄弟是为了功名利禄自相残杀，那苏秦、张仪是师兄弟，就是为了彼此的前程殚精竭虑。张仪尚未打拼出成绩的时候，苏秦也曾邀请他来与自己共事。不过张仪见到苏秦后，苏秦却对他不理不睬，还故意轻慢。张仪见此，迅速收拾包袱跑路，投奔了足以力压六国的强秦。没想到他刚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，就得到消息。苏秦之所以故意激怒他，是为让他有更好的发展自己，来秦国如此顺利，都是因苏秦的暗中相助。得知此事后，张仪对苏秦心生感激。公元前322年，在秦惠文王的谋划下，张仪前往魏国担任国相。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说服魏国向秦国称臣。没想到到达魏国后，他说服魏王的计划却一再碰壁。直到公元前318年，韩、赵、魏、燕、齐5国联合匈奴攻打秦国，结果被秦军击败，8万多人在此战中被秦军斩杀，六国因此震惊。次年，张仪再次劝说魏王退出合纵，向秦国称臣，终于达成策反魏国成就。随后，张仪又回到了秦国，继续出任国相。公元前313年，秦国需要攻打齐国，为防止齐国的盟友楚国出兵援救，秦惠文王决定公费送张仪去楚国旅游。张仪到达楚国后，为楚怀王画了一张大饼，他告诉楚怀王，如果楚国能与齐国解除盟约，他愿意让秦王将商於地区600里封地割让给楚国。楚怀王听后大喜过望，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张仪的条件。等他按照约定与齐国断交之后，张仪却改口说，当初答应送给楚国的是6里土地，而不是600里。楚怀王只能吃了个哑巴亏。公元前311年，对张仪怀恨在心的楚怀王提出要用秦中地区来向秦国交换张仪。秦惠文王犹豫不决，张仪却主动提出前往楚国。到达楚国后，张仪让楚国大夫晋上向楚怀王的宠妃郑袖进言。晋上告诉郑袖，秦惠文王想用6个县的土地以及美女贿赂楚怀王，让楚怀王释放张仪。楚怀王看中土地，一定会宠爱秦国来的美女，到时候郑袖就会失宠了。郑袖信以为真，为避免失宠，他说服楚怀王释放了张仪。张仪重获自由后，非但没离开楚国，反而劝说楚王与秦国交好。随后他又接连游说韩王、齐王、赵王、燕王，让他们也背弃合纵之盟，投奔秦国，共同实行连横政策。然而张仪刚刚游说完成，返回秦国的路上，他却突闻噩耗，秦惠文王离世，秦武王登基。诸侯们听说秦武王与张仪之间并不亲厚，就纷纷背弃了与张仪的约定。张仪回到秦国后，也不断被秦国大臣们诋毁。公元前310年，在秦国备受忌惮的张仪决定向秦武王申请去魏国出差，并对秦武王说，齐王憎恨他张仪，他去了哪里，齐王就会派兵攻打哪里。如今他去魏国，齐王一定攻魏，而秦武王就可以在齐魏交战之际拿下韩国。秦武王大喜过望，张仪也再次去往魏国。来到魏国后，齐国果然想对魏国出兵，张仪又派人出使楚国，让楚国派出使者向齐王讲明利害。
楚国使者对齐王说，如果齐王攻打魏国，就正好落入张仪的圈套，让秦国有机会除函谷关，攻打六国，这不是帮助张仪得到秦王的信任吗？西王听后深觉有理，于是撤军，张仪也平安逃过一劫。